打开无底的天窗，夜空点缀着星光。黑夜或许很漫长，却阻挡不了天亮。只要你驻守着希望，我懂你面对的困难，我明白坚持很难。别一个人承担，因为你并不孤单。其实爱就在你的身旁。爱会将心中的黑暗全部都照亮，每一束光芒都会变成力量。爱会在你荒凉心中播种出希望。别害怕艰难，幸福就在前方。幸福就在前方。别害怕艰难，幸福就在你的前方。一个60多岁的人，一辈子都在拖累子孙，拖累我们的家庭。你有什么资格打我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你竟敢打我？你现在是废人了！你什么本事都没有，你就会打老婆？打我！难道我不给你过好日子，我就是废人？那做夫妻的，就只能有福同享，不能有难同当吗？那如果你还念在为夫妻的情分上，你就应该把肾捐给我。你不要做梦了！就说我把肾捐给你，你能保证你没事吗？你能保证我没事吗？你说我自私也好，我怕死也好，你一个人倒霉就够了，何必让我一个你快点去死呢？妈咪，你不要死，你死了我怎么办？你听到没有？你老婆都会叫我不要去死，你总是为你自己着想，逼我去捐肾，你才是真正自私的人。如果你为了我们母子着想的话，你就不要再拖累我们了。你放心好了，不管我多没骨气，我都不会靠你养。我走，我不会连累你的。喂，我们走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奶奶有病，我不要。阿伯你，这样说的话，你自己走好了。阿婆我还养得起。
什么？妈妈明天呢要把这些东西放在银行的保险箱，这样子爹地就不会拿走了。爹地要这些东西干什么？傻瓜，这些东西是很值钱的。爹地现在没有工作做，要花钱去医病，我怕他趁我不在的时候啊，把这些东西都拿走。妈咪，爹地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不是爹地不要我们，是我们不要爹地了。为什么我们不要爹地？因为爹地有病，他不能工作，还要我们去照顾他，这样子会拖累我们的，懂不懂？那 boy， 如果爹地把我们的钱都拿去洗肾洗掉，那阿伯以后就没有快餐吃，不能出国旅行，不能读大学，不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，将来啊，可能像大伯一样要去嫁德士，或者去做一些更辛苦的工作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嫁德士，我不要做辛苦的工作。所以啊，妈咪是为了阿伯好，才把钱收起来，不让爹地拿去。总而言之，阿伯你要记住，做什么事情都要为自己着想。可是为什么学校的老师都说做人应该多为别人着想？为别人着想是对，但是为自己着想更重要。就好像大伯跟小叔，他们就是太为别人着想了，结果呢，大伯呢就去嫁德士，小叔啊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。阿伯，你一定要记住妈咪的话，做什么事情都要先为自己着想，这样子才不会吃亏，明白吗？嗯。怀呀，如果妈咪跟爹地分开了，你要选择跟妈咪在一起，还是跟爹地啊？当然是跟妈咪啦，为什么？因为妈咪有钱，爹地没有钱。这就对了。阿伯跟妈咪在一起，妈咪就会照顾你，阿伯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对吗？Kelly 啊，是我。我找你当然有事啊。我知道你忙，但你也不至于忙到连见我的时间也没有吧？许先生，手机的电波是会影响到仪器的，麻烦你把它关了好不好？知道了。那不管怎么说，我以前也帮过你啊。我真的有事情要请你帮忙。许先生，你让我讲完好不好？那我现在不方便说电话，我们就约个时间见面，我待会再联络你 ，OK？ Thank you. Kelly， 哎，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别把我说的那么没人情味，我一看完房子马上就来了。咖啡谢谢。什么事？找我找得那么急？我已经不在 Cronan 里做了。我听说了。那 Kelly， 你人面广，我希望你帮我介绍一份工作。老实说，以你的资历和经验，找工作是不难的，难就难在你有肾病。你也知道我有生病啊。你的事情啊，早在这个圈子传开了。那既然你知道，你就更加应该帮我。我现在要定期洗肾，又没有收入，我的积蓄很快就会用光的。可是，你一个星期要洗肾3次，现在的社会哪有个老板会要请这样的员工呢？谢谢。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先当我的助手，帮我带人看房子啊。当然啦，刚开始的时候收入肯定不比你以前好的，可是好就好在时间让你自由安排。好吧，我试试看。喂，刘先生，你要把看房子的时间改成下午啊？好的，没问题，我叫我的助手带你去看，这样说定了。OK， 拜拜。有对夫妇，刘先生和刘太太，他们要看房子，我就交给你办了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打电话给我，地址和钥匙。以后买卖主屋的事情我就交给你办了。
Excuse me, may I know where is block 182? Oh, lama, awak tak tahu. Thanks. 喂，Kelly 啊，你怎么搞的？刘先生、刘太太等了你半个钟头，你怎么还没到？我找不到182啊，怎么会找不到的？我车上没有接到指南。你现在在哪里？现在在181。你走错了，182是在另一条街，不在这里。你早说嘛！你叫他们等一下，我马上赶过来，OK？请问是刘先生、刘太太吗？哎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知道我们等你多久吗？到现在才来。对不起啊，我走错地方了。走错地方？开玩笑！你这么大的人会走错路？哎，我们给你赚佣金的嘞，你让我们等这么久啊，一点责任感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你对不起，可以上去了吧？那房子就在前面，这里环境很好的，你看前后都没有阻挡。那屋主如果不是要移民的话，他也不舍得卖的。来，进来看看，不错吧？没什么特别嘛，价钱又开得这么贵，我倒不如买公寓算了。怎么样，刘太太？这些壁橱保养的还不错吧？那如果你们搬进来，就不用花钱装修了。哼，天哪，这么老土的壁橱，你说不用装修？如果你们不喜欢，要拆掉也很容易啊。哦，拆掉不用钱呐、装修不用钱呐、那不是花一大笔钱？现成的你们不满意，又不想花钱装修，那你们想怎么样？当然是减价啦。要减多少最少1万，我们才会考虑。 ？1万？那我可要打电话问一问。这里什么巴士到5级芝麻的，我的孩子在那读书，我老公在伊朗工作，如果有直通巴士的话，那就更方便了。不清楚。你怎么当经济的，什么都不清楚？我可是负责卖房子的，我怎么知道什么巴士去什么地方？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，就下去楼下的巴士看一看咯。喂 ，Kelly 啊，他们说要减1万哦。哦。怎么样？最多减2000，要不要随你们咯？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你们要就赶快决定，我还约了客户看房子，我赶时间的。别跟这种人说这么多，走。又不是只有这一间，什么态度嘛？钱小姐，我已经到10楼了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什么？你刚才催得我这么急，你现在说你不来了？小姐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了赶上了，我是爬上来的。这我知道，可是如果你不来的话，你可以早点通知我吗？什么？你这怪我大声？先是你不对，为什么我不能发脾气？你现在是分明耍人吗？那小姐，先是你不对，我发脾气有不对吗？你不要以为我为了赚你这点佣金，你就可以这样对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这笔生意我不做了，八婆。
不了。你这种臭脾气，如果还是不改的话，我也帮不了你的。你现在是以老板的身份来教训我。我是希望你明白，我们是做服务行业的，像你这样子，一天就得罪了2组客人，如果传了出去，谁还敢来找我们？是什么都是我的错，客人都没错。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问题是，如果你要在这个行业里生存，就得忍气吞声。为了赚取那一点佣金，我不但要看人家脸色，还被他们耍得团团转。你还想我怎么样？这种顾客临时取消宴会的事情是常有的。如果你这样也受不了的话，怎么做下去呢？你要我受重气，我情愿不干。我知道，也许你一时之间不能够把心态调整过来，可是你一定要认清一件事情：如果你还是放不下自尊的话，就谁也帮不了你了。谢谢你的帮忙，以后我再也不会麻烦你了。也许我的话是不中听，可是我还是希望你会好好想一想。我先走了。我才不相信我会饿死。许先生，请问你还会住多久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是这样的，许先生，我是来通知你一声，你的信用卡过不了账。请问你还没有其他的信用卡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得用现金结账。Yati, who's that? Daddy， Boy， 来让爹地看看。你来干什么？有什么话快说。阿伯明天要测验，我要帮他温习功课。那我问你，我银行里的钱是不是你拿走的？不是你的钱，是我的钱。我已经把它转入我的个人户口了。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那些钱可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，6、7万就这样转到你户口？我不是已经留了5000块给你了吗？你明知道我没有工作，我需要钱洗肾的，你现在把钱都提走了，不是要把我赶上绝路吗？你只为你自己着想，有没有我们母子想过？钱你都拿走了，那我们要吃什么？难道你要我们睡马路吗？妈咪，我不要睡马路。我把房子都留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现在要睡马路的是我。房子留给我很伟大吗？我每个月要替你还2000多元的贷款，加上水电费、维修费，还有我们的生活费，加起来5、6千。这本来是应该你的责任，现在落到我身上，你知道我有多吃力吗？既然这么辛苦，那不如把这间屋子卖掉算了。现在物价跌得这么厉害，如果你想卖的话，要倒贴10万。你听清楚啊，是10万啊！你卖不卖？怪来怪去，只能怪你。一家人本来是过得好好的，只要挨个10年8年，屋子就供完了。偏偏在这个时候得肾病，你不能怪我把钱全部拿走。阿乖还小，将来还要读大学，我不能不为他做打算。Daddy，你为什么要生病？妈咪说如果把钱给你，那我就没有书读，将来会像大伯一样嫁得是，我不要。你听到没有？这些都是阿伯的教育费，除非你不想他将来出人头地，那你就把钱全部拿走好了。等一等，不要说我没有通知你，车子贷款已经到期了，再不还的话，车子会被拖走的。妈咪，Daddy好可怜哦。什么？要亏这么多啊？你也知道，我这辆车子才买了几个月，很新的。我当然知道，可是现在汽油一跌再跌，车价也跟着跌，很多车主啊也跟你一样，急着把车子给卖掉。问题是啊，现在买车子不但不能增值，反而是一种负担。谁愿意搬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呢？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如果可以等的话，我是建议你等汽油一回升的时候再卖掉，这样就不会亏损太多啊。那不怕跟你说，我现在连分期付款都有问题，我真的不能等了。这样啊，那好了，就看在我们这么熟的份上，你就把车子放在这里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可是你也别期望卖得好价钱哦。这我知道，只要你把我的亏损减到最低就行了。好，我找到买主再跟你联络啊。那就拜托你了。
你的静脉通道可能堵塞，我们今天不能帮你洗肾，你必须去看医生。先生，你的血管阻塞，命根已经不能用了。我要在你另一边的手臂上再设置一个静脉通道。那不是要动手术？你放心，这只是一个小手术。不过手术过后呢，必须等上8个星期才可以再洗肾。但是现在呢，你又必须马上洗肾，所以我要在你的颈部开一个临时通道。什么又要开刀啊？那这么说，开刀也没有保障啊！只要一阻塞，就在其他地方开刀，那这种开刀痛苦谁受得了？我不要。不行，你必须马上洗肾，要不然生命会有危险的。活得这么麻烦，不如死掉算了。你不动手术，不马上洗肾的话，那么你就活不了了。那不是更好？我老婆孩子不要我了，我家没有，钱也没有，我要这条命来干什么？你要在我身上这里开个洞，那里开个洞，我为什么要受这种折磨？我虽然什么都没有，可是要生要死，我还可以做决定。我不要开刀，我不要洗肾，我为什么要受你们摆布？徐先生，你不要激动，你先听我说。你不要说了，我不同意动手术，你们也勉强不了我。哎，你。六头。来说啊说。2硕药啊，来。要快点啊！不要吵，讨厌打什么？启动启动。那哎，碰！昨天我们没有讲你们把干啊，你们来可以讲我们把干。哎呀，说这么多干嘛？要不要打的你们？打了，当然打了。打快点！打赢了。麻烦你们小声点可以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麻烦你们小声点。你这么大声干嘛？我耳膜都给你震破了。我是希望你们打麻将可以放小声点。打麻将是这样的吗？你有看过人家打麻将小声的？我糊了。那我不是变成阿光？你们这么吵，叫我怎么睡？睡不着是你的事，这是我的家哎，我连打麻将都不可以吗？如果你不开心的话，你可以搬走的啊。我是希望你们体谅我有病。哈，你有病？哎呦，你有什么病啊？为什么不早点说？你早点说的话，我不会把房间租给你啊。哎，老婆，我看他脸色不大对劲，我看你还是把租金和定金退还给他，叫他快点搬。那我把这些定金啊、租金啊都退还给你了哈。那你赶快跟我整理好东西啊，赶快搬走。要死的话哈，也不要死在我家里哈。你们快点打！不是啊，他自己来的，我就以为他单身无所谓嘛，反正房间都是空着，不租给他。哎呀，你要了解清楚嘛，不了解清楚怎么能随便乱？不要讲这么多了，打牌了。
你怎么了？一直咳嗽。喉咙不舒服，没有声音。哎，你昨天有去看阿珍吗？她怎么样了？哦，他没什么事啊，医生要他在家里好好休息，凡事不要太操劳。没事就好了。其实说没事，不见得就没事。像我们这些得病的人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走，谁能保证我们可以活多久啊？哎，话是这么说，不过能够多活一天是一天呐。那与其活得战战兢兢，不如乐观的去面对，开开心心的走完我们应该走的路，那就不枉此生啦！啊？你是做校长的，我怎么说得过你？妈，传业，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你不用上班吗？哦，我约了客人谈生意，因为经过这里，所以特地来看你。哦，来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就是张校长，这是我第二的儿子传业，他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，他做的是是一个什么部门的头啊，负责很重要的工作，他很受老板重用的。你儿子真本事啊！你好，要谢谢你常常照顾我妈。不客气的，大家都是肾友，是应该互相扶持、互相照顾的。哎，不过啊，家人的关怀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吗？这我知道。妈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针的东西。让我来。你好像很熟悉这里的东西啊。哦，我刚才看护士是这么拿的吗？回来讲你好。哦。妈，小心别冻着了。传业。要是你没空的话，你先去上班，你不用陪我的。妈，我有分寸的，反正我有时间，不就多陪陪你了？梅丹亚，我们开始了。妈，你忍耐一点。很痛啊？不痛。奇怪了，平时你都会喊痛的，怎么今天却连眉头也不皱一下？哎，今天不同嘛，他有儿子陪着。看来你儿子比什么止痛药都有效哦。我今天真的很开心。妈，你不会怪我以前这样对你吧？以前的事别再提了。你今天来看妈，妈已经很满足了。看你这么辛苦，我真的希望你每次洗肾的时候，我都可以陪在你身边。别傻了，妈知道你有这个孝心就行了。你这么忙，怎么可能一直陪在妈身边？妈是不会怪你的。哎，你的儿子个个都这么孝顺，我真的替你感到开心啊。是啊，我几个儿子都很孝顺的。我虽然得了这种病，也没什么好怨的了。最近好像瘦多了，最近工作很忙啊。哦，最近是比较忙了点。工作虽然重要，但是身体也要顾好。你看你，精神这么差，脸色也很不好，有没有去看医生啊？有。妈，你不要替我担心，
我没事。但是，我总觉得你好像有心事，是不是跟美善吵架了？没有啊。夫妻之间，吵嘴总是会有的。所谓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你让一让他就没事了。最重要，家和万事兴啊。妈，我都跟你说没事了，你不要乱猜了。没事那就好。那要是你有空的话，你就带美珊还有孩子一起回家吃一顿饭。怎么说，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嘛。我只怕大哥跟传国不欢迎我。怎么会呢？兄弟哪有隔夜仇的？就算他们说什么，你就当没听到，也别放在心上，那不就没事了？我也没怪他们，都是我自己太自私，从来不替别人着想。当你得到肾病，他们第一时间就去做检验，要把肾捐给你。可是我……你别这么傻。就算你要捐肾给我，妈也不会接受的。妈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要这么长命干什么？可是你就不同了，你有老婆，有孩子，还有大好的前途。你应该好好爱惜你的身体。我现在真的相信世界上有报应这回事。其实看看我自己就知道。你在说什么？啊？我是说，以前我没好好的孝顺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现在想补救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太迟。怎么会太迟呢？就算妈受点委屈也不要紧。最重要是你们三兄弟能够一条心，和和气气。就算妈将来走了，也会走得安心。妈，你不要这样说。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原谅我，把我当兄弟，这样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会的，他们一定会的。妈，这点钱你收下。为什么突然给我钱呢？儿子孝敬妈也要有理由的吗？你这样问，就表示我以前对你多不好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妈，如果你想吃什么，就叫大嫂给你买。你一定好好保重你自己。我只是怕我以后没机会看到你。怎么会以后看不到我呢？哦，是不是美善不让你来见我？我只是怕以后我的工作会越来越忙，没机会来看你。我还以为是什么，你工作忙没有来看妈，妈是不会怪你的。你怎么了啊？来吃饭，大家吃饭吧，吃饭吧，吃饭呢，吃饭，妈吃饭，大哥大嫂吃饭。来，这个是给你的。谢谢。哇，妈，你很偏心嘞，他有我没有的。啊，你这个孩子，好了好了，这个给你了。谢谢妈。妈，你今天好像很开心哦。当然开心了，全家人在一起吃饭。可惜，传业他。妈，你还提那个人干什么？什么那个人？他是你的二哥。我没有这么自私自利、不管你死活的二哥。他还没那么坏。今天他到洗肾中心来看我。妈，他去看你了？他给了我一些钱，还叫我保重身体。他会对你那么好？幸亏我今天没有戴眼镜。对了，妈，阿姨还跟你说了什么？哦，他说他很后悔以前做的事，希望你们能原谅他。哎呀，人家都说了嘛，打死不离亲兄弟，还什么原谅不原谅呢？是啊，大家都是一家人了，难道要记恨一辈子吗？妈，为什么你不叫他回来吃饭呢？我叫他了，他说最近比较忙，等改天有空就会带美珊和杰任他们一起过来吃饭。如果他们回来，那才是真正一家大团圆呢。
会的，一定会的，一定会大家一起吃饭的。你们别高兴的那么早，他随便说说罢了。不会的，他答应我会来，就一定会回来。妈，你别忘了他以前是怎么对你的。你今天没看到他的样子，他真的不同了。有什么不同？还不是以前那副自私的嘴脸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他了，说说你们两个怎么样啊？我们，他都跑不掉，我还说什么？苏丽姐姐有脚，她怎么跑不掉呢？就是嘛，我要跑的话，她也未必追得上我。听到了没有？你的行动还不快一点，快点申请房子，把人家给娶过来啊！哎呀，都有现成的了，还申请什么？是吗？你几时买房子？怎么没带我去看看？妈，还是原来住的那间。哦，你们买下德宝的房子啊？是啊，那天我们去看德宝的妈妈还有微微，然后听他们说想要把房子卖了。我和床国商量过后呢，就决定把它买下来。那太好了哦，有房子啦，接下来就是筹备你们的婚礼了。耶，小树要和苏丽姐姐结婚了。啊，还叫苏丽姐姐啊？你们一个两个要改口叫小婶婶了。哦，小婶婶。哎，好了，来吃饭吃饭，菜都凉了。妈，来你吃。丽玲啊，你要不要吃点肉啊？没想到你还真能吃哦。你妈和你大嫂拼命的夹菜给我吃，不吃很没有礼貌的。我是担心会撑死你这只小猪吧。不可以说死字。不要这么迷信好不好？我不是迷信，我是害怕。自从德宝死了之后，我就觉得人的生命实在太脆弱了。他可以无声无息的就这样消失，一点也不让人有心理准备。德宝的死真的是太突然了。不过，他把爱留了下来，永远的活在我们的心中。他不也给了你很大的启示吗？你不是说过要珍惜身边的人，要珍惜眼前的幸福，不让生命中有任何的遗憾吗？对啊，所以我要把幸福紧紧的握着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永远也不分开。想不到你还会文绉绉的。我还有很多优点你没有发觉的 ，OK 。你呀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小气，没有你大哥那么有度量。一听到你妈提起你二哥啊，脸拉得比马脸还要长。你不知道我二哥和他老婆之前怎么对我妈？那是以前的事嘛。你二哥都已经向安提认错了，安提既然原谅了他，你这个做弟弟的不可能不给他一个机会吧？可是我一想起他之前那么自私，那么无情，我心里就会气啊。他再怎么说还是你哥哥啊。有句话说，做兄弟有今生没来世。我就不相信你不珍惜这份兄弟之情。难道你看不出你妈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们三兄弟能够和睦共处吗？你不会连这个希望都不给你妈吧？只要他是真心对我妈好，以前的事我不会跟他计较。这样才对嘛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是的，是的，你最厉害。你要不是跟我一样文绉绉的，哎，大伯。Jerry， 美山，上车啊！你们要去哪里啊？无节路。哦，那要不要去画画？阿叶他好吗？还好。昨天啊，他到洗肾中心去看妈，他跟妈说会带你们回家吃饭，妈听了很开心呢。爹地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们已经分居了，他没告诉你吗？怎么会这样啊？爹地跟妈妈一样要常常去洗肾，妈咪怕会拖累我们，所以把他赶走。不一样，需要你多嘴。阿伯说的是真的啊？既然你们这么关心他，干嘛不去问他？哎，梅山，梅山，梅山啊，梅山啊！妈出事啊！别紧张，妈没事。是阿叶啊。二哥。
去。